问问自己的内心和认知，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人，而不是你因为社会化的外在行为等原因展现给朋友看的一面。因为你的性格在社会化的过程中，你会选择用不同的行为来表现它，但这大概率并不是你最舒服的状态。MBTI 分析的并不是你的行为，而是你的内在心智功能。在上几期聊了很多我们如何走过低潮，建立自己内心强大的自信。从本质来说，就是如何看待自己和他人，以及自己和他人的关系。所以能否真正意义上的了解自己，剖析自己，听到自己内心的声音是具有非常大的意义。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更为深入的问题，比如为何与某些人处得很好，与某些人却无法相处？他人的思维为何与你截然不同？两性关系中常而不和谐，是否可以化解？不同人格类型的交往，往往难以理解对方的想法。你我有和不同，内向与外向，注重自我还是他人？实事求是还是理论思维？符合逻辑或关注感受？起规划还是随心而动？人与人处事模式迥异，因我皆是。理解差异，释怀误会，方得和谐相处。本期我们就来聊聊如何用 MBTI 来剖析自己的性格。其 MBTI 最为核心的就是四维字母的深度剖析，以及如何利用它来指导我们如何和他人进行更为有效的互动和建立更为正向的关系。要知道，在心理学上的研究证明，真正给我们带来持久和内在幸福感的，并不是金钱和地位，而是我们身边积极关系。最后，希望大家对自己和关系的了解不仅仅停留在行为和表象上，而是真正走进自己的内心，和内在的自我进行灵魂深处的对话。如果你对心理学感兴趣，请订阅我的频道，不错过认知和提升自我的机会。有什么问题和建议，也期待你在评论区告诉我。好了，我们开始吧。MBTI 的性格评估并不是宿命论，这点其实有点类似于西方的占星术一样，你可以知道你的星座是什么，但不代表你一定要表现的这个样子。如果说这个准不准就代表你这个人没有什么选择，而没有什么发展的空间，那你就把人性想得太简单了。人性的复杂程度远超你的想象。一方面，在这社会上会赋予你某一个角色或定位，你会根据这个角色的定位发展出很多在外人看来非常符合逻辑的行为。你会和自己说，这个定位就是应该这样表现，亦或是为了追求某些金钱或是利益，你会刻意的某些可能你内心都不一定认可的事情。这就是所说的性格的社会化过程。另一方面，但是无论一个人表现得如何的不同，当抛开所有的伪装和枷锁之后，总是会在某一个独处的时刻，呈现出一个原本的、真实的和无畏功利内心平静的自我。MBTI 准的地方是，它很能够清楚地描述你在内心平静的时候，在和真实自我对话时候的思考逻辑跟方式，但是它没有办法评量你的能力，因为它不是一个能力评量的指标。从关系的角度来说，因为人与人的互动，很重要的就是理解每一个人的思考模式不一样。从内心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别人是用我们喜欢的方式来对待我们，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其实每个人希望被对待的方式真的不一样。所以与其专注在抱怨说，怎么别人都没有给我要的，可以多去了解互相的语言是什么，互相的需求是什么。最好的状态就是，你可以找到一个伴侣，他可以是共创的，这段关系里面不只有爱，而且可以互相学习。感情这件事情，因为是双方都会改变，所以能够互相了解，然后花很多心思在上面，才是真正亲密关系可以走下去的。总结来说，每个人都是希望别人用他性格的方式来对待他，也是他对待别人的方式。如果碰到截然相反的性格，而且又不得不相处的时候，尝试制定界限原则，即是先主动暴露和沟通各自的底线，让对方有预期。内向和外向，我们从哪里获得能量？大家都会觉得外向的人好像就是比较通常理解的开朗、爱说话、搞笑，那内向的人呢就是比较自闭、安静、不说话。但是事实上真的是如此吗？不一定。比如虽然表面上很喜欢讲话，但是不一定非要是外向的。需要更加深入的了解他讲话的潜在的意图和背景。比如有些人讲话是为了社交，是有明确目的性的，那这种只是短暂的。一倾向的人，他的 focus 注意力主要在外面，他比较在意外在世界给他的定义。比如外面觉得他是怎么样的人，他比较会全盘接受，他比较会以外在环境的事实当作他的事实。而倾向的人，他比较专注在自己的世界里，外界定义的成功失败和他内在的定义不一定相符。而内在内向倾向的人，比较会更注重自己的价值观，跟自己想到的、自己认为的事实为他的核心，为他的真理。我们如何获取信息？学习方式维度：实感 S 和直觉 N。S 实感倾向的人，他 focus 注意力在实际的感觉。他在讲一个杯子的时候，他就会说，这个杯子有黑色，有什么颜色。他不太喜欢看乱七八糟，就是很多理论。他喜欢的是事实。N 直觉倾向的人，他 focus 注意力主要在大方向，看到一些线索，
然后他喜欢看的是理论，所以他也会做一些联想。比如说看到一个杯子，他想到的是容器，他想到的是我还有什么其他的杯子，这个杯子是哪一个店买的。我们如何做出决定，思考维度也是我们的重要三观，思考 T 和情感 F。大家都会觉得 T 的人好像就是比较通常理解的符合逻辑的，那 F 的人呢就是比较情绪化，很爱哭，玻璃心。T 倾向的人，他比较专注 What makes sense， 什么东西符合逻辑的。Thinking 的逻辑是公平公正的，符合逻辑的，不管用在谁的身上，我都是用同样的方式去批判他。比如说我9点上班，5点下班，那每个员工都应该这样子，我不管你家里有什么事情。他比较不会把感情因素放在考量的范围里面。F 倾向的人，他比较专注 How do I feel， 我的感受是什么，但是并不代表他做事不符合逻辑，他的逻辑跟 T 的逻辑不太一样。那但是对于 F 来说，他的逻辑是我做了这个决定会怎么影响其他人，或者这个决定和我内在价值观的连接在哪里。既然讲到内在价值观，那每一个人都不一样，所以他可能会因为各种不同员工的状况而调整他们上班的时间。他知道的是，每个人本来就不公平，所以以感受出发做决定的人，其实他内心有一套非常清楚的逻辑，只是因为这种逻辑可能因人而异，所以对外在来看就觉得说，你这个人很情绪化，做事都没有一样的标准。但是其实他的标准是他内在的价值观，他其实是希望大家都觉得 OK 的。我们的做事方式、执行维度、核心区别对自由定义不同。判断 J 还认知 P。J 倾向的人，他会所有的事情都规划得很好，也许笔记本里面写满了待办事项。J 的人渴望的是内在的自由，所以他会控制外在的状况。也就是说，如果我把所有我要工作的时间都排好，我就知道说我有哪一个时间是空下来，是我可以自己安静的做我自己的事情。所以他的自由来自于控制所有外面的可能的发生，让他知道说我的内在我什么时候可以自由的做自己。P 倾向的人，他会随心而安，到时候再看看，也不太喜欢把时间就是定得很死。他可能觉得说随时要保持灵活，有弹性，有应变能力，因为你不晓得人生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可能他会经常迟到。但是这不代表他的组织能力弱，或者是他并没有把事情想清楚。P 的人渴望的是外在的自由，所以希望不要把时间定得太紧。但是要知道 P 要能做到这样子，他必须有一定的能力。所以对于 P 来说呢，人生就好像打一场球，我大概知道目标，我大概知道策略，所以我不会把自己绑得这么死，可以灵机应变。所以不要把 P 想的说很散都不会努力的人，他只是因为外在的环境来做一些不同的规划。F 加 J 的关系，代表你是一个非常重视和全重视和谐的一群人，所以爱人的方式呢，你会觉得别人有什么需要，我帮他来做。因为 feeling 的人他比较注重的是感受，所以他爱人的方式是常常去关心你，例如你今天吃饭了没啊，你睡得好不好啊，比较容易把别人放在第一顺位，尤其是他爱的人，所以他会有一点牺牲自己。需要注意的点，如果他自己不晓得自己的界限，然后刚好接受的人不是废型的人，会造成碎碎念的印象。同时他也会期待你这样子对他，你可不可以有时候问我说我过得好不好，你看到我的脸色不好，因为这样子的关心对他来说是他接收到爱的方式需要注意的点，把他的感受放在外面，所以他可能必须要确认说我在你这里是安全的吗？你会批判我吗？你是关心我的心理状态的，所以你如果要给他爱，可能在这部分要让他觉得说他不管做什么他是安全的，你要给他十足的安全感。关于 F 加 P 的关系，对他们重要的是真实性。真实性就是说我做任何事情是不是跟我内在的价值是有连结的，所以他对于他的亲密伴侣的需求是说你有空间可以让我做自己，而不是看别人家怎么样，你就应该要这样，你就应该那样。这个对于 FP 是一个很大的禁忌。那他给爱的方式也是说 OK 我可以给你空间做你自己。其实 FP 是唯一一权人，他可能比较可以坐在那边完全接受你不理智愤怒的发泄，就是因为他爱你，他愿意坐在那边包容你，让你呈现最真诚的自己，这是他爱你的方式。同样的，他也希望你可以这样子对他。情侣有的时候就说好，那现在暂时不要联络，那 FP 的人可能就真的都不会再联络你了。关于 T 加 J 的关系，他是比较要求效率跟效益的，所有形态里面他是比较目标导向，完成一件事情，这是他的成就感的来源。他做什么事情都是很快的看到资源在哪里，然后怎么样用最理智的方式来分配这个资源，能够很有效率的完成事情。在爱情上，他会评估说我们在一起是不是有共同的图像，有共同的目标，可以一起去完成，所以他会期待你跟他在同一个团队上面有明确的分工以及对应的承诺。需要注意的点，他会把他的感情放在后面，他会比较理智的来评估这件事情，所以当他觉得这个感情好像继续走下去，对我们两个都没有效，必须要结束。所以 TJ 另外一个爱你的方式就是，他会觉得我只要资源都还给你，如逢年过节我回家，
那这就是我爱你的方式，我并不是一个坏老公。当然这是比较不成熟的 TJ， 需要注意的点，他可能有一个形象他要维持，如霸道总裁，可是他在亲密的人的身边，他会出现那种反差萌，就是会忽然撒娇啊，一些很幼稚的事情，这是他在别人面前绝对不会做的。他会把他比较脆弱的那一面给他的伴侣看，那这也是他给爱的方式，就是让他真的信任你。关于 T 加 P 的关系，这种型的人他重视的是很准确的反馈，这件事情做起来是不是对的？他最骄傲的就是他的能力跟成就不太一样，他也许不是在外人看的成就很高，可是他也许对某一种能力非常自豪，比如说做菜的能力，所以他会希望对方给他很精准的回馈。需要注意的点，他希望伴侣给他比较实质的回馈，他宁可你告诉他实情就是可以进步的地方，他也不要你敷衍他说，在他认为，他觉得对于爱的人他才能说实话，相对的你跟他说实话他也乐于接受，他不会觉得你在批评他，是不是感觉又有新的收获呢？如果是的话，欢迎订阅我的频道，点开小铃铛，每周学点心理学，发现一个更好的自己。我是大可，我们下期见，不见不散。